又过来这个物流厂维修监控了。那一期4个监控坏的原因是人为剪线，我把这事告诉了老板。监控是好的，只不过线被人家剪了。结果老板过去一刀一个，那场面老惨了，所以那画面我就不播出来了。这期可怕的是那4个监控又坏了，嘿，真应了评论区某位网友说的，过不了多久监控又得坏，这真的邪了门了，没理由会坏呀。老板说我是不是在搞什么行业黑幕，用什么技术手段把监控给弄坏了，好再次过来维修烧钱。他这么一问的时候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，都有那技术了还用得着像这样干苦力活？得了，我得一步一步海他真相，为我洗刷冤屈。我一过来就检查他的交换机，我一看交换机就发现不对劲了，这一条做记号的主线没有亮，当初这条主线是我一路目视过来的，然后在这顶上放了一个交换机，负责那4个监控。这条主线不亮的话，不是交换机出了问题，就是线出了问题。我用斜线一对了下线，大伙不用猜了，我知道什么问题了，这绝对是线出了问题。给大伙看一下，即使交换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，就算我对线，灯也会像这样亮才对，除非那一头的线像这样被它拔了，它的对线灯才不会亮。又或者像这样，咔嚓给剪断了。为了示范给你们看，我把我家网线给剪了，就为了你们一个。于是我打算上去看看交换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。当时我回去整理素材的时候才发现，我上来的这段画面没有拍，我在家补拍一下画面，大伙就将就着看吧。我上来一看，交换机是正常运行的，但是主线灯和一个监控线的灯不亮了。我先不用管那个监控了，先把剩余的监控给恢复先。我于是拿着梯子四处找断点的地方，在一番查找后，果然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找到了它的断点。这招真的是高啊！俗话说灯下黑，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是监控的死角不说，这里的网线很多，虽然被剪掉了也很难被发现。至于他是怎么知道这条网线是监控线的，可能我的网线颜色和其他的网线颜色不一样，又或者说我布线的全过程他都看到了。这让我想起来了那条评论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后来我先接回去了，并把这事告诉了老板。接好后摄像头就恢复了3个，但是还是缺了一个。通过对比我就知道了那个摄像头的位置。我上来一看，发现这摄像头进水了，里面都短路烧黑了。大伙仔细看的话，还能看到里面的水反光。至于水龙头嘛，也好不到哪去，塑料的稍化了一点。当时我没有带新的摄像头过来，我只能碰碰运气，把里面的水擦干净，再打个水龙头看看能不能把它点亮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这都能进水，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偏偏在我刚修好不久就进水。摄像头这里我可没有动过，当时维修摄像头的时候，我是在室内接的线，室外我可是一直都没有动过。反正就是这么巧，你说我冤不冤？为了防止再次进水，老板给我递了一个胶布，让我卷2圈做下防水。其实我接好水龙头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摄像头已经坏了。缠胶布意义不大，但是老板还是选择了不修不换，所以我只能照做了。好了，本期部分内容存在夸张，纯属活跃一下气氛，感谢大伙一路观看。我同事和我说，这监控怪异的很，他实在没辙了。要是我过去把这监控解决了，就把这单的业绩算我的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当时我还很得意的说，放心，我也不占你便宜，我要过去超过15分钟解决不了，我倒贴200给你，这单业绩还是你的。就2个摄像头还反了天不成？在路上我就觉得他不是接线错了，就是水龙头打错了，哪有这么邪门的事？同一个牌子还有收不到自己设备的道理。等着吧，我马上过去收割你的业绩。我一过来就先检查他的水晶头和接线，发现水晶头打的没有什么问题，录像机的线也是接到交换机上连口的，交换机的灯也是亮的，那么接线和水晶头应该是没有什么错了。我看了一下录像机，右键选择主菜单，选择相机设置看看什么情况，果然和他说的一样，设备列表确实没有一个摄像头。我点击搜索尝试了一下，但是等了许久，确实还没有收到任何摄像头。我以为摄像头不通电，打算去试试摄像头，因为我遇到过设备不通电插交换机上也能亮，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吧？就这么邪门，所以我得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我盖住监控，看看它有没有通电，结果看出来了，摄像头是正常运行的。我又把问题考虑这个交换机上，
这个交换机有2个上领口，我以为某个上领口坏了，于是我换一个上领口试一试，换了接口，我再到录像机那边看看有没有收到监控。我等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摄像头。这个时候我就怀疑这条线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，我马上用寻线仪来对一下这条线。结果对了2次，好像网线也不存在问题。眼看15分钟就快过去了，该排查的我都排查了一遍，确实找不出什么原因。我还特地看了下盒子，确实是一个牌子啊。当时我脑子有一个疑问，不会真存在自家的牌子摄像头都收不到的情况吧？这个时候我用电脑连接交换机上看看什么情况。由于这个牌子我很少接触，我得翻翻说明书，找下摄像头的默认地址是属于哪个网段的。我通过说明书找到了这个摄像头的默认 IP 地址，它是属于1号段的，那我就要把电脑的网段改成和它同一个网段，才能访问后台。这是我修改电脑 IP 地址的过程。讲真，这个步骤对新手真的不怎么友好。电脑设置好网段后，我打开浏览器，输入摄像头的默认 IP 地址，进入后台，摄像头的激活界面就出来了。这就表示摄像头和线路是正常的，不然这电脑也无法进入后台。该不会真的是这个录像机收不到自家摄像头吧？这里我给摄像头输入新的密码来激活它，例如手机我节省时间，我没有填写，设备就这样人工激活完成了。接下来就移入下一步了。下一步完成后，就会跳转到这个登录界面。我输入刚才的密码后，点击登录，不知道是出现了 bug 还是什么情况，显示登录失败。我只能刷新一下网页。奇怪的是，又回到了这界面。大哥，我赶时间了，你就别玩我了吧。我又重复的移入下一步，终于又回到了这个登录界面。我接着再输入账号密码试一试，结果还是登录失败。真的，我这个脑子现在冒冒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，真的。我看了下时间，还剩5分钟。别急别急，不要慌不要慌，先稳住自己。这个时候经验告诉我，需要重启浏览器才行。我重启浏览器后，再次输入 IP 地址，果然又进来了。我输入账号密码，这回总算是能进入摄像头后台了。我点击设置，网络设置，选择 TCP/IP， 然后把这108的 IP 给改一下，因为3个默认的 IP 都是108，不改的话就用不了。我改成109后，再重新输入108，进入另一个摄像头。这个摄像头也是经过刚才的步骤激活，所以这里我就跳过了，把108改成110，就这样人工激活了2个摄像头。我再看看录像机能不能收到摄像头吧。点击主菜单，相机，嘿，果然经过人工激活，录像机就能收到那2个摄像头了。IP 分别为我刚才改的109和110。我勾选，然后批量添加试一试，看下能不能添加上去。果然可以添加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还剩几十秒。想不到吧？实战警总就这么的自信。然后我返回主界面看画面的时候，结果发现镜头居然是这样的。玩呢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大哥，你管我是吧？就剩那10秒了，你让我怎么整？算了，咱输得起。这里有显示让我输入密码，想必是我刚才的激活摄像头的密码。我输入完毕后，再点击确定，看看它还会发生什么幺蛾子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我的天，你的画面终于出来了。另外一个我也输入密码，发现一样，画面也出来了。有一说一，这牌子我很少用，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是个别还是全部都这样。这回算是我栽了这跟头。总之，通过这步骤添加摄像头，对于新手来说实在有点难了，就连我都被坑了。大伙有像我这样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